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0月26号到28号访问美国。他将成为自2021年3月以来访美的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员。此次行程有何具体安排？中美高层将讨论哪些热点议题，引发关注？而就在王毅启程的同时，英国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王毅将在白宫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外界预测，王毅此访将让中美更高层级领导人于近期实现会晤的前景更加明朗。在2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路透社记者关于拜登与王毅会面安排的提问时表示，中方会及时发布消息。与此同时，美国白宫方面也拒绝对此予以置评。此前，路透社引述熟悉访问计划的美国官员的话称，王毅预计将在当地时间25号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届时可能同拜登见面。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互动的实际成果，但即使是一次非正式的问候，也将是继中美元首巴厘岛峰会、印度新德里拜登与李强总理的短暂交谈以来，中美两国政府最高层级的互动。此外，王毅在访美期间还将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王毅访美，美国务卿布林肯6月访华期间就已向中方正式发出邀请。此后，美国务院多次表态，期待王毅能够访问华盛顿，并就此次邀请释出诸多诚意和善意。因此，中方正式宣布王毅访美行程，外界并不感到意外。而依据外交对等原则，布林肯在访华期间与中方外长举行会谈，并与中方元首举行会见。分析认为，相关安排在王毅应邀访美期间也应该有所体现。外界猜测，王毅将同布林肯和沙利文讨论一系列议题，除了外界最为关注的中美领导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可能的会谈，还有当前的巴以冲突，以及近期被外界炒作较为火热的南海议题。此外，中美关系更为核心的台湾问题也会成为关注焦点。鉴于当前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存在着非常大的误读误判，中国高级官员赴美访问，权威性的解释中国的政策立场，有助于美国社会和官方形成对华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双方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管控分歧，并且更有效地协调来应对各种不同挑战，我相信在此次访问行程之中也会得到非常突出的体现。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开启对美3天访问行程。美媒普遍预期周五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白宫会见王毅。那么您对此访有何前瞻？好的，主持人。那么王毅此次访美可以说媒体关注度极高，舆论也抱有极大的期待，甚至呢，按照《华盛顿邮报》今天报道的说法 ，But in the current climate, 90% of success is showing up。在中美关系现阶段的这个交流大气候之下，高达90%的访问成功率正在显现。这当然是中美关系作为全世界它最重要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和外溢性所决定的。那么也正如中国元首昨天在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所致贺信再次强调指出的，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中美能否确立正确的相处之道，攸关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的前途命运。那么对于王毅此访，美国彭博社的最新报道称，这是自2021年3月以来华盛顿接待的首位中方外交高官。那么这更是中美高层近来高频互动的延续。众所周知，王毅访美是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间应邀访华的回访，而此后呢，包括财长耶伦、气候特使科里、商务部长雷蒙多等多位高官，以及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一行相继访华。特别是美国的地方大员，也就是加州州长纽森正在进行的访华行程，更是成为美西方媒体近来密集关注的最新的焦点与亮点。甚至是在中美交流最困难也是最敏感的军事领域，也出现了乌云散去的向好恢复势头。所谓技术性的难题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就在这个周日，香山论坛在北京揭幕，美国军方也确认受邀出席。那么参会期间会与中国军方高层要进行哪些个互动，备受各方的关注。当然了，从更深层面来看，这些进展都是在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一系列的共识，意味着美国出动最先进战机疯狂击落气球的事件，一度给中美关系所带来的严重冲击已经翻篇画上了句号。
按照美西方媒体的爆料，今天王毅会和布林肯会谈，那么双方还将共进工作晚餐。明天呢，王毅会进白宫与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会谈。拜登周五礼节性会见是大概率的事件，因为6月间布林肯访华行程的最后重头戏就是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中国元首礼节性会见了布林肯一行。今天，外媒记者也就此在向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提问。当然了，外媒的关注角度是非常聚焦的。拜登在白宫会见王毅，意味着中美就双边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议程达成了共识。这呢，实际上也是舆论对于王毅此次访美的一个最大的成果期待。那么，境外媒体舆论对王毅访美的最大成果期待是什么？中美关系的最重要的议程是什么呢？当然是两国元首的双边会晤，是媒体各种热议不留任何解读研判死角的习拜会。那么只要习拜会如常进行，那么即使面临挑战再大、问题再多，攸关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的中美关系呢，就不会彻底破局，就有望止跌企稳，甚至会迎来重要的转折。这是外部舆论期待并且关注习拜会的逻辑所在。美联社今天发自华盛顿的电稿标题称说 ，As world roils, U.S. and China seek to ease strained ties and prepare for possible Biden-Xi summit。在世界陷入动荡之际，美中寻求缓和紧张关系，并且为可能的习拜会做准备。《华尔街日报》昨天就报道，北京正在为中国元首时隔6年半的首次美国行铺平道路。甚至美媒聚焦昨天中国元首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加州州长柳森，大多呢也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做观察解读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称，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会见柳森 ，with eye on U.S. visit， 着眼对美行程。美报就特别指出，柳森成为自2017年以来首位获得中国元首接见的地方州长，访华获得高规格的礼遇。今天《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同样指出，习近平会见加州州长柳森，外界提高对习拜会的期待值。此前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在公开表示，期待在今年美国承办 APEC 会议期间与中国元首会晤。那么，鉴于旧金山 APEC 会还有3周时间就将会揭幕，而中美元首会晤的成功进行需要两国外交团队前期进行充分准备与密切沟通，所以呢，王毅明天进白宫和拜登会晤，意味着两国就即将到来的习拜会释放最明确的信号，这也是外界最乐见、最看重的一个信号。中美关系在各层面恢复交流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能不能得到延续，甚至进一步强化？中美在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热点地区冲突等全球性共同挑战上，能不能有效合作？这都有赖两国元首在最高层面来靶向定舵，来展现领导力。目前，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华盛顿接待对美进行国事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按照美媒爆料，拜登将在不久后同访问华盛顿的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阿尔巴尼斯则已经确定将在11月4号至7号访问北京，因此美澳领导人此轮交往对中美、中澳关系释出何种信号也引发关注。拜登在当地时间25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阿尔巴尼斯。拜登强调，美澳正在进一步推进两国的同盟关系，包括推进所谓自由、开放与安全的印太地区。阿尔巴尼斯说，澳美同盟从未如此重要，也从未如此强劲。双方在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30分钟左右的记者会上提到中国的频率高达20次。And Joe Biden hasn't been mincing his words. A few times he's brought up China unprompted, and it's clearly been a focus of private discussions. 记者会上，拜登先是就南海议题强硬指责中方，在声称所谓要维护国际道路规则和航行自由，以及美国对菲律宾的所谓防务承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批驳，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中国和菲律宾两国之间的问题。当被问及阿尔巴尼斯即将到来的访华行程时，阿尔巴尼斯表示，建立对话符合中澳两国的共同利益。拜登则回应称，美国将会同中国展开激烈竞争，并重申美方不寻求冲突。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one where the principle that I bring to it is to cooperate where we can, disagree where we must, but engage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
阿尔巴尼斯认为，中美两国高层近期沟通频繁，可以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并缓解紧张情绪，这对世界而言释放了积极信号。外界认为，中美关系止跌企稳所带来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并推动美国盟友也开始寻求改善对华关系。中美关系的稳定，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出非常强的领头羊效应。只要中美之间的关系稳定了，合作格局确立了，世界和平和持久的繁荣的格局也就有保证了。不过，值得警惕的是，美澳加强合作、继续在中国周边搞事情的动向仍然明显，包括双方宣布将加大在美英澳奥库斯联盟下的核潜艇合作等等。法新社等外媒宣称，此访凸显了华盛顿对长期盟友澳大利亚的重视。澳大利亚是所谓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对抗日益自信的中国的战略基石。日本产经新闻也指，在忙于应对乌克兰和中东局势的情况下，拜登在白宫高调接待阿尔巴尼斯，意图显示美国同时参与印太地区事务的能力和。但拜登昨天在与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共同见记者时谈到南海问题，也拿所谓对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来说事。今天毛宁明确回应，美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华盛顿邮报分析，王毅访美的成功率高达90%，但是呢，美报也指出，剩下10%恰恰也是两国关系的最困难的领域。美报就分析，王毅访美将会全力推动两大与东道主显著不同调的议程，说服华盛顿放松对华技术出口。基于中美此前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也要求美方减少插手干预台湾问题。毋庸讳言，中美关系现在分歧不小，甚至在一些个领域的分歧还相当严重。昨天在与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共同见记者时，拜登就谈到了南海议题，鼓吹美方对菲律宾的所谓共同防御义务，这就是美方作为域外国家对南海议题的再度强行搅局。事实上，正如不少观察家所指出的，菲律宾一段时间以来不断的兴风作浪、强行碰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域外国家的怂恿推动。那么这其中美方发力最甚，影响最恶劣，后果也最为严重。也正因为中美关系目前分歧明显，挑战巨大，那么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尤其需要两国元首当面沟通，有效管控，以防分歧升级为冲突对抗。中美关系的红线与底线议题，乃至美方练资在兹的所谓防护栏，同样需要两国元首当面交底，再度确认。我之前也曾经在评论中说过，如果中美关系真的有防护栏的话，那么最应该树栏的，恰恰是在中美关系那道不可逾越的红线领域。之前中国元首曾经在习拜会中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利益核心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美方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如果习拜会下月在旧金山上演，相信中方将会再度就此坚定重申。深圳卫视注意到，当前中美双方在各层级多领域释放出止跌企稳的积极信号，双方相向而行，为可能举行的更高层级会谈营造良好氛围。在地方政府层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正展开为期1周的访华行程。10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纽森。期间，习近平愉快地忆及曾经访问加利福尼亚州的情形，介绍了中国绿色转型以及有关地方发展情况。习近平指出，发展好中美关系需要汇聚各方力量。纽森也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发展取得非凡成就，特别是近年来在新能源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关系比美中关系更加重要。美中关系事关美国的未来，也关乎人民的幸福。当天，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也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双方就加强绿色低碳领域交流合作交换意见，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关于加强低碳发展和绿色转型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依照安排，纽森还将前往江苏省，并参观海上风力发电设施和湿地保护区，了解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风力发电国所做出的努力。此后，他将抵达上海，并将在上海签署此行的第5份谅解备忘录，参观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美国政治新闻网认为，纽森作为加州州长，通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切入，有望进一步拓展中美的合作面，并推动中美关系修复取得更大进展。纽森自己也在25号对媒体透露，希望此访能够扩大合作，减少对抗。More two-way trade, I hope. M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re economic growth, more prosperity, more peace, more collaboration, a little less stress, a little less anxiety. I think we're all stacked with stress. I think we need to take the temperature down broadly. So I hope all of the above. 在大使层级，中美双方也释出诸多积极信号。22号，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来到艾奥瓦州小镇马斯卡廷，这里是国家主席习近平1985年首次访美时所居住过的地方。目前，这所房子被命名为中美友谊屋。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了马斯卡廷。当地时间24号，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举行2023年度颁奖晚宴，谢锋也应邀出席，并现场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谢锋强调，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所说，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中美能否确立正确相处之道，有关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这几年中美关系的波折历程告诉我们，中美冲突要不得，脱钩断链行不通，冷战对抗走不远。扭转中美关系螺旋式下滑是人心所向，搞砸中美关系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谢锋还透露，下阶段中美还有一系列高层交往，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管控消极因素，推进积极议程，争取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行稳致远。中国在对美政策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只要美国持续的保持近期以来与华相向而行的政策势头，我相信呢，中美之间长久关系的稳定以及互惠格局的确立将会有更多的保障。国务院总理李强于10月24号到27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2次会议，并对吉尔吉斯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会议期间，李强还会见了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这是李强总理首次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围绕落实7月峰会共识，推进上合组织发展战略深入交换意见，制定安全、经贸、互联互通和人文等领域合作的切实措施。当地时间26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2次会议。李强在讲话中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上合组织峰会精神，回溯上合组织初心。我们之所以走到一起，就是要使地区事务由地区国家自己做主，商量着办，不受域外国家干扰。在去年萨马尔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坚持政治互信，坚持互利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公平正义，这是上合组织发展壮大的成功之道。展望未来，我们要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成功之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相向而行，相互成就，为本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李强就深化上合组织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筑牢地区安全屏障，坚决抵制外来干涉；二是共同推动经济加快复苏，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平稳畅通；三是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要进一步推动重要经济走廊建设；四是共同促进人民相知相亲，不断深化教育、文旅、体育等合作。哈萨克斯坦总理斯麦洛夫、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伊朗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印度、巴基斯坦外长以及观察员国代表与会。吉尔吉斯斯坦总理扎帕罗夫主持会议。李强同与会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联合公报，批准上合组织经贸、铁路、机制建设等多项合作文件和决议。我想李强总理的这些建议呢，特别的符合时代的潮流，也契合地区国家的现实的需求，也符合成员国根本利益。我想李强总理的讲话呢，实际上提出了现在我们中国的关于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推进上合组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一个
中国的智慧，新的智慧，中国新的方案。此前，当地时间10月25号上午，李强在比什凯克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李强表示，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的重要近邻。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将中吉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宣布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这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双方关系与合作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吉方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实现新的更大发展，把中吉命运共同体打造得更加坚固、更具活力、更有实效，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扎帕罗夫表示，吉方愿同中方保持各层级密切交往，巩固睦邻友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吉方愿同中方在中国、中亚、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深化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有效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促进地区安全与发展。紧接着，当地时间10月25号下午，李强在上合组织会议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前不久在北京举行会晤，为中俄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开辟了新愿景。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不受第三方干扰，为的是造福两国人民，促进世界发展，维护公平正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对接发展战略，推动构建“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持贸易、投资合作增长势头，深化能源领域合作，提升互联互通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中方欢迎更多俄优质产品进入中国，支持两国企业深化汽车制造合作。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合作，推动开展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合作，拓展工业制造、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米舒斯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支持彼此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扩大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办好俄中文化年，深化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内合作，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国际方面也在为如何调解巴以冲突加紧谈判。当地时间25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先后就美国、俄罗斯分别提交的关于巴以局势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俄罗斯草案没有达到足够票数，美国草案则被俄罗斯、中国否决，阿联酋也投下反对票。安理会2份巴以决议草案均未通过。2项投票结束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丹发言，对俄中否决美国决议草案表示强烈不满，并批评俄罗斯的决议草案。对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当场予以回应。尊敬的以色列常驻代表，同以色列在这里辩论，不是我的本意。以色列把中国当成对手，也选错了对象。你应该明白，从这一轮巴以冲突一开始，中方就以非常明确无误的语言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伤害平民、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我们所说的平民，既包括巴勒斯坦平民，也包括以色列平民。第二，你就今天的决议发表了评论，但我也要提醒你，你注意到，就在上周，安理会一份同样包含了谴责哈马斯攻击行为的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而这项决议遭到了否决。第三，我在刚才的发言当中明确地提到，中国绝不是否认以色列的安全关切，相反，我们一直主张同等重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安全关切和合法权利。对于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只要有利于和平，中方都坚定支持；只要有助于巴以和解，中方都尽力而为。中方的立场基于事实和正义，响应了国际社会，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呼声。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国没有私利，只要有利于和平，
中方都坚定支持。只要有助于巴以和解，中方都尽力而为。神舟17号载人飞船于北京时间10月26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并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按任务计划，3名航天员随后将从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与神舟16号乘组换班。此次飞行乘组由1名75后和2名85后组成，这也是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平均年龄最小的航天员乘组。5、4、3、2、1，点火！起飞！起飞！进行。上午11时14分，火箭开始点火，飞离发射塔。11时22分，火箭的2级主机关机。1分钟后，2级游离机关机，与火箭分离。11时26分，神舟17号的太阳能帆板正常打开。3分钟后，神舟17号内的3名太空人可以打开面罩，直接在舱内呼吸。11时32分，发射中心宣布发射任务取得成功。神舟17号载人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随后，3名航天员将进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已做好迎接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进驻各项准备工作。在奔赴空间站的旅途中，神舟17号乘组如何在太空与神舟16号乘组隔空对话？据了解，神舟17号载人飞船上安装了话音处理器，这个主机大小的黑匣子架起了航天员之间实施语音通信的鹊桥。借助话音处理器中的空话语链路通道，不仅地面站可以与飞船进行交流，正在空间站办公的神舟16号航天员也能随时关心神舟17号乘组的旅途状况。此外，要让航天员如期到岗工作，还需保证载人飞船抵达空间站并成功完成交会对接，这就需要用到空通信机，它可以为2个航天器传递精准的姿态定位和速度信息，成为交会对接及撤离过程中的重要通信线。神舟17号航天员就可以稳妥可靠地到达上班地点。随着载人飞行任务次数不断增多，为了适应空间站与地球之间航天员往返的任务需求，神舟系列飞船的交会对接时间和返回时间也进一步进行了优化，大幅度提升了空间站任务的工作效率。原来交会对接它是2天，现在我们实现了6.5小时的快交，然后我们的返回原来是1天，现在我们只需要几个小时，这些方面都是一种技术的突破和改进。当地时间25号，美国共和党议员麦克约翰逊当选新一任众议长，结束了美国众议院3周以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有美国媒体评论称，这是该国历史上议长空缺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凸显了美国政党内部的分裂程度。另据报道，这位新众议长是前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但为人低调，政治资历并不丰富。他能够避免重蹈前任的覆辙，带领众议院度过眼下的国会危机吗？来看看报道。The Honorable Mike Johnson. 当地时间25号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中，众议院共和党人3周来推出的第4位议长候选人，身兼共和党会议副主席的麦克约翰逊获得过半数票数，当选美国第56任众议长，结束了众议院议长职位空缺3周的混乱局面。美国媒体称，这是美国历史上众议院开会期间议长空缺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凸显美国政党内部的分裂和混乱。There were several dynamics at play here. For one, House Republicans simply exhausted themselves. Second, they ran through all of their top leaders, essentially, gave them all tryouts. They failed. And then they landed on Mike Johnson, who has allies and is well thought of in most every faction here in the House. And he is also liked and was endorsed by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我觉得他之所能当选，恐怕跌破了很多人的眼睛。一些资深的议员，一些可以说是在国会耕耘多年，应该说还是能力比他可能更强，甚至更合适的人选，全部在党内的这个斗争中，其实被一一淘汰出局，体现了美国共和党内部这个派别之间的这种或者是内斗。
可以说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这一个地步。应该说也是美国国内政治现在，尤其是党派斗争的背景之下，美国政治的或者治理失效甚至失能的这么一个体现或者是象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逊今年51岁，在2016年首次当选国会众议员，被称为数十年来经验最浅的众议院议长。据美媒报道，身为众议院共和党会议副主席，约翰逊一直保持低调的公众形象，直到本周在党内议长提名后，才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他坚定支持党内极右派主张，包括反堕胎权及缩减对乌克兰援助等。此外，他还是前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曾在后者遭国会弹劾时辩护团队成员，并曾上诉要求推翻特朗普2020年总统选举落败的结果，但未获成功。实际上，就在本次众议长选举投票前，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力挺约翰逊，表示强烈建议大家支持约翰逊，尽快让他选上。众议长在美国总统继承顺序中排名第2，仅次于副总统。约翰逊当选后表示，这是自己一生的荣幸，并将承诺将领导众议院推进改革，恢复美国民众对众议院的信任。 Their faith is at an all-time low. And one of the reasons they've lost it is because the Congress, over the years, has not delivere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well enough. We've gone through a little bit of suffering. And you know what it's produced? More strength, more perseverance, and a lot of hope. And that's what we're about to deliver to the American people.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无论议长是谁，我都将真诚地寻求与其合作。现在是我们所有人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把美国家庭的利益置于任何党派偏见之上的时候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美国新众议长对华态度也向来强硬，从台海局势炒作中国威胁到今年初的气球事件。身为众议院司法与军事委员会成员的麦克·约翰逊近年来在一系列涉华议题上均持强硬立场，并曾提出多项不合理议案。就在上个月，约翰逊作为司法委员会的资深议员，曾提出一项议案，禁止外国实体和政府资助美国法院的诉讼。他表示，此举是为了防止中国等国家干涉美国司法系统，并在法庭上优先考虑美国人的利益。此外，他还是众议院谋旨在改善所谓美台关系的组织的重要成员，并曾经表示，一旦中国大陆要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需要为一切可能性做好准备。据美媒报道，约翰逊当选众议长后，众议院立即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报道称，该决议投票结果是412票对10票，9名民主党人和1名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这也是约翰逊当选众议长后投票并通过的第一项决议。本月稍早前，他曾表示，众议院需要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帮助以色列摧毁哈马斯。新任众议长出炉，终于结束了此前3周立法进程停滞的局面，但美国舆论对他并不十分看好。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援引共和党众议员认为，约翰逊这次能当选议长，低调无名，人畜无害，是他的唯一强项，能够成为党内的最大公约数。但这意味着，以他的资历和魄力，可能很难带领众议院度过未来的一连串国会危机。有分析指，11月17号是政府部分关门即将生效，也是解决预算问题的最后期限。如何弥合党内党外分歧，制定满足各方意愿的2024财年政府预算？拜登死前提出的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的额外1000亿美元到底批不批？单一众议员就能提案罢免议长的规则如何改变，让他自己避免重蹈麦卡锡的覆辙？这都是摆在美国新众议长面前的难题。此外，新众议长诞生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多数党领袖舒默却都对媒体表示自己跟约翰逊不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认为，在美国大选来临的背景下，约翰逊领导的众议院势必将导致民主共和两党国会与白宫之间的斗争进一步升级。他如果这样的一个人来领导众议院的话，我相信未来不管他是在面对白宫还是面对参议院，甚至面对国会内部的话，自己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对手以及共和党内部各方面的这个利益之间的协调啊，或者说是妥协也好，它将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现在其实众议院或者是美国政治现在面临的困难，其实应该说是一种结构性的挑战，不会因为一个人上台以后就能够扭转或者是彻底改变这种态势。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共和党议员麦克·约翰逊在美国众议院议长选举中获得220票并当选新一任众议长一事，您作何解读？对于约翰逊在众议院前所未有的长达22天没有议长之后，终于当选了美国众议院新一任的议长，我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观察与思考。
第一个是，由于此前被特朗普视为铁杆心腹，并得到特朗普大力支持的乔丹，经过几轮投票都未能如愿当上众议院议长。因此虽然约翰逊也被视为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并得到了特朗普的公开背书，但是我们却不能得出约翰逊的当选意味着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样一个结论。约翰逊的当选只是共和党内一众议员为了避免众议院空转而不得不做出政治妥协的产物。相反，它意味着虽然特朗普仍然获得了共和党内绝大多数普通党员的支持，但是共和党内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已经不太卖他的账了。那么第二，从共和党内的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党内激进派罢免，以及这20多天来先后有4位共和党籍议员角逐众议院议长一职，最终都败下阵来中，我们可以看出，共和党内的政治精英们不仅普遍缺乏互信，而且几大派系之间内斗得非常严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内围绕着众议院议长之争而产生的这波内斗，还是在美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外部政治困局，也就是内有2024年财政预算案通不过，政府面临着关门的危机，外面有俄乌战事陷入焦灼，以巴冲突烽烟再起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种火烧眉毛的情况下，共和党内的政治精英们却在党内斗得死去活来，这的确是让全世界看得目瞪口呆。那么在麦克约翰逊终于当选众议院议长之后，共和党内以及美国白宫与国会之间的内斗是不是就会告一段落了呢？我认为不仅不会，相反，麦克约翰逊终于当选众议院议长，还意味着共和党内的激进派与温和派、美国白宫与国会以及民主与共和两党新一轮政治斗争的开始。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将会立马围绕着2024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以及拜登政府提出的支持乌克兰与以色列的紧急援助法案这2大战场而展开。而且新一轮的政治斗争不仅会深刻地影响美国的内政，还将影响到国际与地区局势的走向，尤其是会影响到俄乌战事以及以巴冲突的走向。我们知道，被号称为党内温和派的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是因为为了避免政府关门，而在临时拨款法案上与拜登政府达成了妥协，而遭到党内的强硬派动议罢免，并被民主党籍众议员给联手做掉的。而被号称为共和党内强硬派与挺特朗普派的约翰逊，在当选众议院议长之后，势必会对拜登政府与民主党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拒绝在2024年度的预算案上做出任何的妥协。因此可以预料，约翰逊的当选不仅会激化共和党内温和派与强硬派以及白宫与国会之间的矛盾，还极有可能会让美国白宫在下个月中旬面临着新一波的关门危机。其实我们知道，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本人，基于其右翼的价值观与宗教保守主义，是主张毫无保留的坚决支持以色列的。同时，对于拜登政府大力军援乌克兰，这显得越来越不耐烦。相反，拜登与民主党则基于其世俗化的人权价值观以及全球性的战略考虑，不仅在支持以色列方面显得没有那么积极，而且为了避免导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拜登政府还暂时压制住了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势在必行的地面军事行动。同时，拜登政府还认为，以巴局势的影响仅限于中东范围内，而俄乌战事的影响这是全球性的，它涉及到了美俄2个大国长久以来的政治与安全博弈，事关美国未来几代人的安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拜登政府为了达到军援乌克兰、打败甚至拖垮俄罗斯的目的，还企图将对乌克兰60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跟对以色列1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打包起来让国会通过。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尤其是约翰逊本人，则对此非常的反感。
因此，接下来民主与共和两党，拜登政府与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之间，势必会在这两个问题上展开激烈的博弈。假如这几大极其敏感与极其争议性的问题处理不好，不仅俄乌战事与以巴局势会受到重大的影响，甚至连约翰逊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坐多久，都将会是一个大问题。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国防部26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就近期军事热点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上，国防部还披露了近期美舰侵权挑衅视频证据。视频显示，美方才是真正的挑衅者、冒险者、搅局者。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10月底在京举行，目前已有俄罗斯、美国、英国、沙特等9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确认出席。本届论坛参会代表数量和层级创历史新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参与度大幅提升。吴谦表示，论坛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本届论坛聚焦全球安全倡议，设4个全体会议，8个平行分组会议，还将举办高端对话、中外名家对话、中外青年军官学者研讨会、孙子兵法专题研讨会等专题研讨，并组织特色参观活动，拓宽研讨的广度、深度，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贡献智慧。论坛期间，中央军委领导将与有关国家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举行双边会见活动。今天的国防部记者会上，现场记者的提问依旧大量的聚焦在中美两军交流的议题上。对于美方长期以来的麦克风式外交，发言人吴谦再次重申，中美两军的交往和沟通没有中断，且渠道畅通。美方炒作所谓的中方对于双方军事交流缺乏兴趣的言论，并非事实，只是把责任推给中方而已。同时，我还注意到，在发言人回应关于中美两军关系时，相向而行这一词语出现的频次较高。吴谦强调，沟通需要诚意，对话应有底线。近日，美防务部门和军队高官称，中国军机2021年以来在东海、南海空域针对美及美盟的胁迫、冒险行动急剧增加，并发布了一些图片、视频，肆意炒作所谓中国舰机危险拦截。对此，国防部曾经回应，严正驳斥美方的炒作谣言。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吴谦现场播放了视频，视频多角度、全面立体地展示了美方采取大角度转向、急加减速、横穿中方舰首等挑衅动作，铁的事实证明，美方是真正的挑衅者、冒险者、搅局者。U.S. Warship 114, this is Chinese 164. You are crossing my bow falsely. It's interfering my safety. 类似的视频呢，我们还有很多。今天呢，出于这个时间关系呢，我就不一一的展示了。在此，我就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要高度关注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中美舰机近距离接触的地点，均是在中国周边的海空域，它不是在墨西哥湾，也不是在美国西海岸。它是美方跑到中国的家门口来挑衅滋事。你若不来，我能拦你吗？美方想一边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一边不受约束的挑衅滋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针对美国国防部最近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称，中方拒绝与美军方开展经常性双边军事交流和美国防部通话请求。对此，吴谦表示，事实上，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没有中断，沟通渠道始终畅通。美方所讲并非事实，意在推责而已。美方一方面口口声声说希望与中方开展沟通交流，另一方面却在胁迫中方接受美方的恶意挑衅。中方重视中美两军关系，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中美两军关系。中方敦促美方
与中方相向而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停止发表任何涉华消极负面言论，停止采取任何的侵权挑衅行动，采取实际举措，为推动两军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有利条件，营造良好氛围。近日，中国海军6艘战舰现身中东地区，在巴以冲突之际，外媒高度关注并大肆炒作此事。事实上，解放军这6艘军舰是在亚丁湾、索马里护航的2个编队，包括由淄博舰、荆州舰、千岛湖舰组成的第44批护航编队，以及乌鲁木齐舰、临沂舰、东平湖舰组成的第45批护航编队。吴谦大校对此也做了回应。这是中国海军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2批护航编队，与地区局势无关。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尊重事实，停止无端炒作。日前，中非舰船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发生擦碰，对此吴谦表示，中国海警、外交部已多次发布信息，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和证据视频，事情起因清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并确立的，符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非方船只无视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权挑衅，制造事端，以危险方式故意穿越正常执法航行的中国海警舰舰首，非海警船蓄意倒车擦碰中方停车漂泊的渔船，致双方人员于危险境地，责任完全在非方。我们敦促非方停止任何军事挑衅行径，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将一如既往，坚决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